这边有个蓝色的牌子，在指向着这个千年麻黑的这个千年茶树王。从这条路一直上去，在我们左手边直直的方向，这边就是落水洞的茶，然后一转身，这边就是麻黑的茶，以这条路为分割。找到了食物，看这颗蕨菜，这么粗这么大的蕨菜，我们中午才吃了。这种蕨类植物啊，它就是卷着卷着，然后长叶子出来。文文茶室的那个放的那只就是，就是这个，看蕨类的。我发现我现在对这个花花草草了解了不少，就是因为在云南。你在那干什么？有蚊子啊！满地乱跳。看看这边的地上，全部都是杂草丛生，甚至这些茶树上的这些枯枝朽木也没有除掉。茶叶呢，就是这一部分，其实，这一部分。当然，现在这个季节啊，这个茶叶并不是很好，所以没人采。我们把它吃掉。累得一身汗。在我背后呢，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山，那个地方出产的这个义乌的茶叫弯弓，算是这个在义乌的茶里边。当然，除了它之外，义乌这片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片区啊，跟弯弓的这个茶级别差不多的，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石门坎，这个地方的茶，跟我身后那座高山上的这个茶，几乎是属于同一级别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就是真正的义乌茶地了。我们之前去那个南诺山那个，它游客去的会比较多一些，来这边呢都是做生意的，来摘茶、采茶的、买茶的，对吧？现在要在这儿采点茶，然后我们回去自己做白茶。这个也可以采是吧？对，白茶和普洱呢，它原料是一种原料哈，都是这种树上来的。这镜头前面飞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白茶和普洱它是原料是一种啊，只不过是工艺不一样。白茶直接就采下来之后啊，回去平铺晾干，然后就可以了。采慢。有蜘蛛网啊？没事儿，有蜘蛛网才是原生态啊。有小虫子，有蛛网，这些证明它是没有农药的。义乌这个地方，它这些茶树，好的茶树啊，它是绝对不会打农药的。因为这边做这种茶生意，它不是1年2年，也不是10年8年，上百年的生意在这边做着。唯一可以保证最佳口感的茶树。你要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估摸着老板可能会不高兴啊。这采茶速度也太慢了吧？用指甲掐。你不知道是哪个能采？小一点的叶子吗？像这样子的。你看这边也是啊，这个都可以，不要太大，你就看它颜色不一样嘛。你看这个是老叶嘛，就是这个嫩绿，这个都可以的。深一点更甜。对，虫子太多了，这个你别拿棍子打，夹着自己那根棍子。这样子的。稍微大叶一点的也可以，这个就太大了。带新芽的，这样自己采一点回去，我们把它晾干，看看夏天的这个茶叶是什么样子的哈。看这种的就是小树茶，它这个上面这不挂着蜘蛛呢。太小了这个。我们继续往上，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是茶王树。看到这个红色布，就后边就是了。旁边立一个牌子，写的义乌麻黑茶王树。看，就是这根细细的，一直往上，有筐子护起来的这棵很高。像这种高的茶树也有的哈。茶王树，当然这棵树已经被人包了，它这个我们也采不到，太高，上不去。这个比我们在南诺山看那个茶王树要高好多，对吧？这个采要有点技术的。
看旁边挂2个条幅，就证明这棵树已经被人承包了。这个应该是很贵很贵了，就不知道被哪家承包的，也买不到，只能看看，也喝不到，喝的话可能要花很多钱。倩倩刚才用她那个棍子扒了毒蘑菇，丢掉了。这边很难走，一直周围有蝉啊，吱吱的在叫。她在满地寻找新棍子。没有棍子，没有安全感。这个明显不行，慢点啊！这是很滑很滑，地上全是泥，鞋底平的尽量不要上来，所以要换登山鞋。给我吧。你觉得这根怎么样？这个好啊，这个好是吧？又结实又长。练武功是吧你啊？他要扒拉蛇，你别乱甩，甩了一会儿把我打到。我要去打蛇，我要和蛇一决死战。哇，终于走下来了！这边的这个山路啊，刚才我们去上那个山上去看茶王树的那个路超级难走，简直就是下山的时候十分狼狈。所以说这边的很多的茶树，它其实是到了这个季节是完全没有人采的。你想过来采你就过来采，估摸着你进不了茶地，因为路都是像我身后这样子的路，就要翻山越岭，耗尽体力，然后走了半天，到了地方，对，还要吃饭，还要带着吃的，对吧？以免饿死在里边。被蛇咬，最终缩着出来。对，最后就体力耗尽，然后缩着出来，十分狼狈。所以看我们平时喝的这个茶叶啊，真的是想得到它很难。好的茶叶呢，要有人进去采、做，对吧？压成饼还便于这个长途运输嘛，对吧？像我们今天拿那2袋呢是，对，还没有压成饼呢。文文接下来会，再去找师傅把它压成饼。我们会留一部分，文文会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在路边发现一个小窝棚，进去看看。这个窝棚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有人在这附近采茶，采完之后呢，他就会放到这边摊晾，因为捂在这个袋子里边啊，茶叶会发红，会坏掉，所以当天的这个工作必须要进行，摊开来晾。所以这个棚子呢，就在茶地旁边。在这种野生的环境里面，突然看到一个人造的建筑是很不容易的。而且很多的这个古树啊，会发现中间挂着一根死木，2根死木，这其实就是为了人站到上面啊，可以采到它尖尖的那些茶，把这棵茶树可以完全采到哈。所以在这种茶山里边，很多这样子，你看那边有一棵高一点的茶树都会横着这种木杆，方便于采茶。就这样，我们从古树上面下来了，去看看奥斯卡怎么样。我们给他留了这个窗户，而且今天不热。卡兹，卡兹，看到他的影子了，乖乖的坐在那。看这棵石头，写着1000年古茶树。这边开始就不能随便摘了哈，因为这边的这些树都是保护起来了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边都是。而且这边写着云南茶马古道勐腊段，这边有个马黑古茶的一个简要说明哈，想看的可以截屏去看一下，大概跟我说的差不多。从这段开始，我们就踏上青石板，这个是古道哈，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些青石，就是当年茶马古道起点，从这边出发开始走，会有马帮啊、牛帮啊。顺着这条路一直把茶叶送到，通过茶马古道送到西藏，然后又出国，有没有那感觉？想想当年那些人，这么窄的路，拉着马队、牛队，在这上面走着。带着满满当当的义乌的茶，继续顺着这个路走了好久啊！我们这条路一直都有这青石板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6大古茶山的义乌。6大古茶山呢，帽子挂上了。6大古茶山呢，依次是义乌、沂邦、基诺、
网枝、锰砖和戈登，就这几个。而我们在它的老大的地盘上，义乌的地盘上，看那棵树，这个才是原来的茶王，只不过是它现在枯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茶后呢，变成茶王了。说起这个茶王茶后的，这个普洱茶呢是班章为王，义乌为后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这些茶大多数都会形容它，都会用女字旁那个它哈。这棵枯死掉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我们走在这个老茶王树的树下啊，这棵树是已经死掉了，所以呢，之前我们看的那个树呢就变成王了啊。看这棵茶树有多粗，我的天，就跟普通的这个树差不多，但是它还是被保护了起来。我觉得是不是有种愿望让它朽木逢春再发芽？木头这个事儿说不好的，因为西双版纳这个地方，你插根竹子它都能活，这种就不一定了。回到车上，难以想象平时如果是天气很热的话，爬这个山会是什么感觉啊！简直是人估计要热毙掉。虽然今天很凉爽，但是我们还是出了一身汗，超级爽。顺便进去看了看真正的好茶的源头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义乌镇上，这义乌镇上面它的这个百年茶老茶店有很多很多，这种什么号什么号的啊，很多在这个街上。这个生意人家都做祖祖辈辈做了好多代人了。哎，这个坡，看这上山的坡有多陡。我们现在要去老街，这边的好处就是还有个停车场，像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把车停到这边进去走，不然的话上边好多地方这个开车是开不进去的。这边就是老镇了。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石板路前进。这个是义乌老镇，这边呢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了。茶马古道勐腊段，这边就是老街了。看这青石板铺的路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。车子是可以开下来的。这就是老字号了，旁边都有一个石碑，云南茶马古道勐腊段车顺号。这个是清道光18年始建的四合院。这是干什么的？看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子的房子哈，一看就是老房子。义乌武装暴动遗址。我们在这个老街上走的，看着各种石碑啊，了解到一些知识。这边最早是当地人在种植这个茶叶哈，然后这个明末清初以后呢，随着这个6大茶山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当时就尤其是列为这个贡茶之后啊，这个当地人就大量的进来种茶了。这还有个小狗子，内地人就大量迁入6大茶山，这里边就包括四川人啊、石屏人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听到很多人说话是有石屏的口音的哈。石屏县就是豆腐很出名那地方，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的后代。我们走过全国的很多的这种边陲的这种小镇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边陲小镇像义乌这样商业繁荣的这种小镇特别少。你看转过去给他看，天然耳环就是这个花的花蕊。这些很多人家都是在这边做茶叶生意的。这个茶叶生意从古至今啊，做到很多地方，香港啊、印度、老挝、泰国这些地方去卖啊，也有在国内到什么思茅啊、普洱、下关，然后再由那边转到西藏去卖。像这个福元昌号9尺，第3代嫡孙还在做他们。直到2015年又注册了公司。好累哦！他现在这个寨子还有很多房屋在新建哈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个义乌的茶山有那么多，
这原来义乌是一大片，它这里边有什么麻黑啊、曼洛啊，然后各种各样的产区都是属于义乌地区的。七村八寨，我们才走了一点点，看来今天一天我们都要在这寨子中间绕了。这边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，就是什么什么号的旧址啊，这是元泰丰号的旧址，就在对面，房子也没怎么变过。这些看随便搞一搞，就是从清朝开始的清末史，对吧？都是百年老字号。在茶山上很难找到一块这样子的平地啊，让我们把车停下来，然后可以去边边上去看看这个整个森林。颜色越深的这个山啊，它的这个原始程度就越高，这种深绿色的；颜色越浅的这种山呢，它可能就是人的活动迹象越多，因为有这种芭蕉啊，还有茶树啊，还有这个橡胶树啊，对吧？看看卡子在这儿。其实我们今天是带了飞机的哈，但是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边境地区，虽然周围的风景很美，我也很想拍一下，但是还是放弃了。这个在这边拍摄可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就看看周围的风景就好了。看远处的山上全部都是雾，那边就是产完工的，在山顶雾里，在山上找到一片平地，真的是实属难得，可以停车。要是开着房车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儿露营，但是这种路我们十有八九是走不进来的哈。这个奇怪的声音呢，是倩倩在叫。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之后，我们下山找吃的觅食去。看有没有人回应我。没人理我，为啥？哎呦，这个坡还挺难上来。没有人理我。哎，奥斯卡回应我了。有狗在回应你。走了，不要叫了，一会儿不知道引来什么东西。看这个路牌，这儿立了个石碑，写的茶马古道勐腊段。这边是瑶族丁家寨的这个弯弓茶，这个路只能这样子进去了，全部都是泥，是水，所以就说为什么要用越野车啊？你看我们镜头前面总会有那种小虫，其实我满头都是绕的。这种路是十分难走的哈，一般的越野车都进不去。还好我们这个车可以进去，这虫子没完了。上车，哎，好，这土路也是没谁了。这边是要建高速公路，要桥墩。所以说这开个卧车都难来的地方，我们的房车就更别指望了。土路上的颠簸，幸亏换车了，不然的话这个摸着走半路我们就上不来了。已经记不得翻了多少山了，下去上来，下去上来。现在太阳在那座山上，但是我们到山顶的时候，你会看它又挂在半空中。经过一个小镇子。